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欢迎前立委蔡正元蔡委员，思敏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前海军舰长吕礼诗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今天的最大条消息，我们来看到的是海南岛现在全岛封关了。中国大陆这一回要用它的自贸港来取代香港、新加坡，有机会正面挑战这一些地方吗？这是中国大陆要修理新加坡总理黄循财的一记经济回击吗？等一下我们就会来一次的做解读。我们先来看到今天的3个火线话题，会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有关于中国大陆建的这个自贸港哦，包括了在上面贩售的 B&W， 像网友在讨论啊，价格从60万人民币一口气降为35万，实在太划算了。包括了保时捷，则是从120万人民币直接砍半了。海南现在封关，中国大陆能够取代香港正面挑战新加坡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也会来做关心的是，在海南的这个洋浦港是直接冲上，变成了一个重要的转运枢纽，正面挑战新加坡，这是中国大陆修理总理黄循财的一记经济回击吗？第三个问题，我们也会来一起做关心的是，包括在这个岛上啊，免税还有低税产业也都全部进来了。海南自贸港是中国大陆所布局一个新的对于美国来说的贸易战工具吗？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我们赶快来关心到，这是最新消息，海南的自由贸易港现在全岛封关正式启动，这也被视为是中国大陆北京这一次一个高规格、长期性的一个经济实验的发展。有哪一些具体的规划呢？赶快来看细节，包括岛内现在零关税的产品已经有超过6600项了，涵盖的范围也非常多。你想到的包括了日常的美妆啊、家电、保健食品、用品等等日常的消费品都有卖，而且至少70%商品都是免关税的。除了在关税上有特殊优惠之外，包括在当地的企业跟个人所得税也压得非常的低哦，现在压到这个最低税率竟然只有15%而已。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刚刚提到的洋浦港是已经开通了它的周遭65条内外的贸航线，等于是连接了全球的资金。北京的目标非常的清晰，就是接下来他希望吸引更多的外资进驻到当地，把海南打造成一个他认为是中国版本的免税岛。凡是商品在这边完成30%在地的附加价值之后，才能够免关税进入到中国大陆还是其他中国大陆的市场。好，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地理位置来说，其实这个地理位置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海南在这边，包括了它未来可以把这个中国大陆当做它非常重要的市场，好，这边就延伸到中国大陆去了。那海南就可以变成一个重要的研发基地，并且东协国家在这边可以做生产，等于是3线黄金三角一起来做整体的规划。好，我们先来看到在封关首日有什么样子的一些实际的成绩呢？零关税进口的货值已经高达了3.6亿人民币，包括了房市商办哦，2天内有企业就砸下了50亿人民币。那么也有人是一口气买下了上百套小户型的商办，能源企业直接到这个岛上来做疯狂扫货。消费市场民众实在太疯狂了，就是觉得这边买东西太划算。马来西亚1.5吨的榴莲1小时抢光之外，我们来看到汽车销售，刚刚提到的 B&W X5 封关后，这个价格直接砍半，变成35万元人民币就能够开走了。保时捷直接砍半腰斩到这个价格只剩60多万，所以有非常多的民众就说，是不是干脆来这边买车？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了？当海南现在成为亚洲很重要的转运枢纽，新加坡、香港还能守住原本的地位吗？这是对黄循财的一次正面的回击吗？因为他上次在中日的议题上面比较高调的表态，被视为是中国大陆是不是这一次用经济来直接对他做回应？委员怎么解读？这两个没有关系的啦，因为海南自贸区的规划设计是很多年以前就有了。那个时候高市早苗会不会当选这个日本首相，根本八字还没撇啊！这第一点，第二个就是说，那现在时间上刚好，但是也不能解读啊。我很肯定跟他讲，大家也听得不舒服，海南没办法取代新加坡，也没办法取代香港，它会形成三角分工。我这是从经济学推出来的结论。你让人看说哦，这边买很便宜，
可是你知道这边买开不到新加坡啊，你保时捷买车你开不到香港啊，甚至开回广东就要加税，因为它是2层关海关嘛，它第一道线是自由的，你自由不加税自由进来，但是第2道税你要开进广东第1道关要不要课税？目前不清楚哦。那如果第一个，如果你广东不课税，不是自由的进入中国大陆了嘛？其他中国大陆的车也不都挂了吗？那如果说你课税，就表示你车只能在海南使用哦，你开不到广东，那在海南用的量有限嘛，所以对整个没有影响。所以我们不能把它扩大成说，好像它的每一样东西啊都能够弄到大陆去。那你知道美妆产品家电买的量有限啊，你会在这边买了家电，然后带回中国大陆变冰箱吗？不至于吧，你的货运成本多高啊，所以我是要很务实的来看，就是说。海南它最重要的是船运港，它船运用量最大。未来如果变成这个飞机啊可以转运了，那也非常好。可是它作为一个飞机的枢纽的条件，不如它的航运，它飞机的枢纽航运也不如香港，也不如新加坡的条件上比较有限但作为一个港口的光一个靠港它这个收了钱，最大厉害就是说它的价格竞争优势，我就是比你香港便宜。我就是比你新加坡便宜，你拿我没办法。为什么？我土地便宜啊，我人工便宜啊，然后这个我地点适中啊，所以有这种港口的一个优势。那当然，他想要因此的吸引了很多的外资啊，增加外资的投资项目，这是好的，也会有很多的成功的地方。因为很多企业啊，在新加坡、香港这样成本高的不得了啊。不要讲别人，光那个高管租个房子，那就贵得不得了。那在海南可以租一大片的房子啊，所以它是对有一些特定的产业，尤其是跟中国大陆有关系的产业，所谓加工30%以上就会运到中国大陆去。这个东西啊是有很大吸引力的，所以它是一种加工出口区，它是一种船运的转运中心，货物可以运到海南再转出去。那因为在新加坡、香港都比较贵，那我当然是在这里嘛，所以它有这么一个优势。那再来就是说，香港为什么没办法被它取代啊？当然有人讲说，未来海南会有很多金融活动，我同意，因为你有船来，你就会保险业来，你保险业来就会银行来，这是对，但规模不会大。为什么规模不会大？因为海南它的规划里面还是以人民币为主，它没有办法资金自由进出。没办法资金自由进出，你就不可能形成什么一个金融中心。在香港是可以资金自由进出，新加坡可以资金自由进出，资本账完全开放。但是目前来看，这个海南还做不到。第三个更关键的，国际商务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用普通法系在做国际商务，是比大陆法系成本低有效。如果你真的有重大投资案、重大的商务船运啊等等。因为船是跨国的，所以它任何的纠纷在普通法系。那香港是普通法系，新加坡是普通法系，然后对于这个海南还是这个大陆法系。除非大陆说为了这个事情派到海南都是很熟悉商务的大陆法系，但大部分大陆法系的法官不太搞清楚这个商务是什么运作。那培养过程注定他不懂，这不是怪任何人。但是商务法系在普通法系训练出来的法官一定非常的熟所以光这个法系制度来讲，香港就远远超过了海南所以它有优点有缺点，但是我相信未来会形成三角分工。是我干嘛停在香港那么贵的船我跑到海南对，然后你香港银行跑来给我服务就这么简单那如果设东亚的总部，不可能设在海南岛去，我宁可设在香港或者设在新加坡。为什么？因为作为一个营运总部，它不可能孤零零存在的，它有很多配套措施。以目前看，海南还不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形成三角分工是最可能出现的情形。好，所以我们现在也看到它的目前为止最大的优势，就是在整体的亚洲的船的运港，在这边会形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枢纽。那另外一方面，刚刚提到说它还有其他优势，零关税15%等等的所得税，在企业跟产业上面会接下来造成全球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吗？杨老师又怎么看？我们以前在推自由贸易协定，这是国跟国之间、经济体跟经济体之间，但是个别的国家跟经济体它可以把它自己某一个港区划为叫做自由贸易港区，我们把它叫做境内关外境内关外，也就是在境内，但是呢，这个海关之外
那也就是吸引一些外国投资在这边设厂，然后直接转运。那可是呢，通常大概所设厂做的东西、加工的东西，不能够直接进入到关内啊。海南现在就是基本上整个放大版，基本上它是叫做一线开放、二线管住，然后呢，这个岛内自由。一线开放就是它对外国的这个开放啊，那管住二线管住呢，就是海南岛跟大陆之间这个把它管住，还是留有这个关税，然后在岛内是整个开放自由的。那现在海南岛多少人口？1000万人口，那这个人口会增加，一定会增加，因为会有来自于中国大陆，甚至来自于国际，甚至来自于东南亚的厂会在这里设厂。那设厂的话，它一方面是有一点像是这个大陆这边在这里加工之后的出口，你当然很多的关税就会减少。同时，在东南亚这边过去的转运中心也可能会以这边往这边靠拢。那另外一个特殊的是，我查到它其实在岛内加工的东西可以卖到大陆去，事实上关税比较低，但要一定比例的这个加工跟一些禁运的商品除外。所以某种程度这里一定会吸引到更多的就是工资。现在在这边的海南岛工资平均薪资大概是每个月1万人民币。所以你可以想象，将来吸引到的更多的工人或者是白领阶层的人会在这边投入。那我是觉得，现在他自己的统计的数字，世界500大的这些企业已经有48家在这里设亚太的，就是总部了。所以它将来会吸引到相当多的这些投资。然后呢，加工，然后呢，人才。那当然相伴随的一定会有一些数位经济、物流、金融。那怎么去跟香港、新加坡去做配合？这当然一定会调整出他们自己适合的方式。不过你不要忘记，它这么大的一个岛，那人口1000万，而且持续会增加中。目前的三亚跟海口都是相当繁荣的一个都市，所以这么大的规模的一个就是海南岛的，就是等于是这个自由贸易的协定的地方哈。那我觉得其实将来的冲击应该会产生的。好，那接下来我们也关心到说，在这么多的一个计划之下，是不是这个也被视为是北京之后对抗美国的一个新的贸易战工具？尤其是在现在地缘政治非常的紧绷之下。刚刚其实委员也帮我们特别提到有关于这个黄金三角模式，其实它的模式就是说，在海南这边他们的目标想法，希望在海南这边作为总部，当做是这个研发中心啊、财务结算、品牌营运等等。然后呢，在这些比较工资低廉的东南亚这边做生产，最后把中国大陆当作是他们最后的销售重要的市场，来做一个所谓的黄金三角模式。那学者刘德海做了一个分析，他说大陆的目标其实很清晰，就是短期剑指美国，长期要对台统战。那也有专家认为说，这一次北京要打造的是一个中国式的自贸港，是跟香港完全不一样的。针对这一些言论，吕县长怎么看？这个是自贸港是经济开放，还是未来对抗美国的新的贸易战工具？当然，短期间之内我们看到的也就是经济开放的部分。可是长期来看，那当然也就会对于美国，甚至对于台湾有一定的影响啊。那我手上的这张图呢，其实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有关于海南岛它未来的开发的走向。但是我们从这张图上面，其实重点在左上角，左上角它是2021年它就已经完成筹划了。也不是说最近突然才想到这么一件事。那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说它是可以进行炒房的啊。那如果是个人或者是我们讲到的企业总部，那他们购买房产，那当然是无可厚非。可是从2015年的时候，实际上来讲，海南就已经对于批地啊，就是你买一套一套房子可以，可是你要买一片一片地，对不起，那时候是就已经被暂停了。那我们讲到你要能够成为转运中心，除了那个货畅其流之外，最重要的也就是人才。那我们刚刚讲到有关于这么低廉的一个个人所得税，以及这么方便的一个生活，其实都是要让人愿意进来。那进来之后呢，才有未来替代这一个无论是香港或者是新加坡的一个可能。那最重要的，我们讲到说，它这个位置具有了它的一个要素禀赋的部分，也就是它的地点。
它的地点呢，其实可以转运东北亚，然后而且呢是从东南亚吸收了这个大量的一个半成品之后，在这里进行加工，或者是在进入大陆之后，然后再进行加工之后到美国，这个部分就牵涉到美国了。为什么？因为东南亚非常多的国家，它的关税其实是高于中国大陆的。那如果说它进入了这个海南岛，或者然后再由海南岛也就是对口了广州的南沙港区的话，那其实这一个也就是直接进入了珠三角的这个部分。那除了拉动整个一个海南岛之外，也拉动了珠三角的整个的一个未来营运。中国大陆并不是没有自贸港的哦，也就是我们看到青岛、天津、上海以及深圳，其实都是。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也就是把全岛变成一个自贸区，也就是作为未来大台湾的一个示范，也就是今天的海南岛就是明天的台湾。那在经济方面的话，如果海南岛可以成功，台湾也可以成功。好，谢谢吕县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我们要关心是日本不演了吗？就是要永和。现在美国是不是要放生日本了？俄朝这个时候也痛批日本，北京则是怒斥他军国走邪路去了。今天就这些议题一起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今天3个火线话题，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首先第一个，首相的官邸体系内部啊，日本竟然是抛出了说，日本应该要永和。大家在看说，你这个是不小心的失言呢，还是你在刻意趁这个时候试试水温来测一下核红线呢？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持续看到是日本一方面高喊说非核3原则，但另外一方面仍然是不愿意撤回高市的言论，并且他持续的对外松绑武器的出口，包括针对乌克兰，他提出要持续的松绑武器。所以现在有在看说日本现在是不是要走上这样的路线，也就是说先军售再军事，最后核武的一个危险的军事布局呢？好，第二点，这是我们要来做回答的。第三个是，到现在美国都没有出面力挺日本，国务卿甚至公开承认中国是强大的国家，希望能够跟中国大陆有更多的合作。难道这个时候美国是要放生日本了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这一句话非常的严重，因为它是来自于日本首相官邸体系内部的一名匿名官员，他直接这样说，他说日本应该要拥有核武。这话一出不得了了，引发了国际很激烈的反应。尤其现在目前在世界上，日本是唯一被原子弹炸过，而且它长期都是高举无核3原则，甚至扮演反核这种道德高标准的国家，如今怎么会是官方层级开始测风向，大胆的谈了永和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呢？刚刚提到的国际社会其实有高度的谴责，包括了哪一些国家？首先3个，我们来看到北韩，他说怒斥啊，这是战犯国核野心的一个复活。再来看俄罗斯，同样是公开反对的。最后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啊，更是直接说了，日本右翼这个保守势力复活的军国主义，加强再军事化，并且他持续的警告，根本就是重走过去的军国主义，是邪路，也是一条死路。来看到日本官方连自己人这一回也都不挺了，官方的包括了他的这个官房长出面降温，他说日本政府我们还是会持续坚守的啦，非核3原则。其他的官员也说了，日本前防卫大臣也批评了，你不应该要轻率的发言吧。不过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包括了前首相石破茂也罕见的喊话，拥有核武对日本来说绝对不是一件有利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说，日本的官邸高层还是抛出了永和这样的一个说法。到底为什么在这时候说这样的话？是来测试水温吗？委员怎么看？如果真的要永和，日本在技术上要多久才有可能发生？6个月，这么快速？是的，我解释给大家听哈。当年2015年吧，那个
这个福岛核电厂发生灾变的时候，我特别的申请用台湾电力公司顾问的名义，跟着台电的工程师一起进入灾区的核心爆炸地点，去了解。那同时我要求到传言中的6所核能循环基地去参观，他们可能以为这个我是一个念经济学的专家，所以对我讲得很详细，他想那我听不懂，也没有想到我是念机械工程底子，能够不念核能吗？所以我就问得很清楚，就他们那些专业技术人员也没有政治警觉性，讲得很清楚。所以为什么斩钉截铁6个就做出来核能武器，而且可以做5000颗以上？为什么？因为德国做不到，韩国做不到，台湾做不到，但是他做得到，因为他过去几十年里面来，所有的核能的这些电厂那么多，产生的燃料棒那么多，这个燃料棒它用所谓再循环，因为那个燃料棒燃烧只有表面上那1-2公分用得到，里面用不到，所以它可以从这个刮下来的核燃料里面去提炼钚，那刚开始他自己没有技术提炼，美国就是那你跟法国合作，他送到法国、英国去提炼送回来，那个叫做混合燃料，那属于钚铀的混合燃料就已经出现了，那可以叫做 MOX， 可以在这用一次。可是问题在中间产生了钚呢，它现在已经累积几十年来有50吨，有50吨的钚。那这50吨的钚做个5000颗核子弹是很正常的，很正常，一颗大概可以有10万吨的当量的这种级数的核弹。那我们要面对问题说，那它不是管制很严吗？是的，德国做不到，因为德国没有核能发电厂，所以德国拿不到核燃料。那再来台湾呢是严格禁止，结果韩国呢既没有核能力循环，也没有核燃料加上美国压着。那你说日本为什么美国没压着？日本是对美国没有压着，因为美国对日本是高度容许，像台湾绝对不准，像韩国是也不准，像德国也是不准，就对日本允许它有核循环的能力，也就是它会保有核武器的材料，这个能够其他国家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技术上就是6个月6个月就做得出来了。那现在剩下法律问题跟政治问题。先讲政治问题。政治问题，日本国内有反核的力量然后这个其他国家，包括俄罗斯，包括中国，也都反核力量。但是以日本这个右派势力成长的速度，我斩钉截铁，这些政治力量很快会被消除。再来法律上，等政治的问题解决了，法律上就不是问题了，因为美国也把日本当作叫做我们术语上叫 threshold state， 就是说 threshold nuclear state， 就是一种门槛上面的核武器的国家，他用这个模糊化来弄俄罗斯跟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很生气，俄罗斯很生气，但是你又能够奈他如何？你真的拿了没办法，经济制裁派不上太大用场。然后他现在唯一的是他国内要摆平，美国要能够逐渐放松。可是以美国军力后退武力推前，日本是最好的恰当的。那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台湾或者很少人注意到一个政治学理论叫做国家生成理论。他早年研究美国殖民地或者研究非洲国家，有人去研究这个国家生成理论。但是我们中国人不是我们中国人觉得我4000年前就是国家啦，我根本没有什么国家生成理论，只有国家生成以后领土扩大或缩小的问题，并没有国家生成的问题。那很多国家是有国家生成问题，像美国殖民地变成国家，这种国家生成理论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生成之后，如果它主权受损，它会想办法用最大的力量主动去把这个弥补上来。日本就是这个现象。他不断的要想，我军事要再军事化，我要核武。为什么不能核武？那个北韩、这个印度，还有那个巴基斯坦都会非法拥有核武，为什么不行？何况我实力要比他更强，技术要比他们更先进。所以这种国家生成理论，在当这个美国对日本的控制力逐渐的衰退，而且逐渐的有需要的时候，这个空间就出现了。所以他不断的要去填补他主权所缺的这一块，而这个长期趋势没办法挡。
好，所以我们看到日本现在确实是有能力很快可以造出核武，当然现在眼前的问题，如委员所说的，就是剩下政治。那政治上确实现在右翼有持续的抬头，包括小泉进次郎，他最新还是直接说了高市言论我们是没有必要撤回的。另外他还更硬的说了，同步在国会的部分解除武器出口限制，拿乌克兰当例子，未来对外军援军售铺路我们会持续的做加强。如果以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看，拥有核武接下来会对于东北亚产生多大的风险？国际社会怎么办？中国大陆吞得下去吗？吕舰长怎么看？我们来看啊，其实刚刚蔡正元老师先跟我们解释了什么是国家生成理论，这是在日本内部的。可是外部的是什么？外部的问题其实是离岸平衡的问题，也就是离岸平衡，简单的来讲就是代理人，他其实就是美国的代理人。那这个问题呢，2017年的时候，他的陆上的幕僚长退休之后，到美国去做了一场论坛的研讨的时候，他就提出说，2017年他就已经讲说，美国要如果在第一岛链内发生战争的时候，要日本成为唯一的一个领头国家，然后美国退到第二岛链去。那我们来看这件事情是如何慢慢形成的。我们看到啊，这是2017年的时候他们所提出来的一个群岛防御。那在这个群岛防御里面，我们还看得到美国的角色，也就是他如果第一岛链发生任何的战争的时候，除了日本自己之外，美国他要派遣航空母舰，以及我们看到的这个战略轰炸机 B2， 它都要前往。可是当我们来看到2023年的时候，它就已经进行了改变。到2023年，当我们看到同样的一个智库，它这一个智库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它已经看不到美国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支援，也就是日本要独立撑住。我们现在看到的西南诸岛的各种的无论是防空飞弹，或者是这个反舰飞弹，甚至电子攻击或者是电子防御的设备，为什么进驻这里？真正的原因在此。可是我们看到日本是如何的慢慢强大的。我们看到说，这个是有关于鸟海号，它在今年的9月26号，它已经前往美国，要加装战斧巡弋飞弹，仅此而已吗？不是。那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也就是当我们看到说这个是标准3型的飞弹，可是标准3型的飞弹，我们要注意到这下面有日本的国旗，意思是什么？这个是有日本的技术在里面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张图的时候，我们再看到另外一张图，大家就会非常的有感觉了。这个也就是现在要部署在与那国的这一个03式改进型的防空飞弹，改进型是在大家右下角这边看到的，是不是跟标准6型非常的像？也就是他要把当初他在标准3型所得到的一些专利转用在他的03式上面。那除此之外呢，大家现在比较强调的，也就是有关于它的这一个滑空型，那我们一般讲的也就是乘波体的这个飞弹，但是这个飞弹现在其实已经进入了试射了。那它未来会不会部署在这一个有关于我们看到的大型的神盾舰？这个大型的神盾舰跟我们看到的金刚级不一样，它是超过1万吨的。那这一个真正的原因呢，是因为当年他们想要部署的陆基神盾，那陆基神盾当初他想部署在2个位置，一个也就是秋田，一个就是山口。他想部署这2个位置，大家看得非常清楚，也就是对于俄罗斯、对于中国、对于北韩，它可以进行全方位的一个防御。可是当当地人民的反对的时候，他现在变成要做陆上也就是神盾舰的部分了。那当我们大家都认为那这一个是日本的一个单方面的作为的时候，其实不是。美国一直想做的，也就是因为美国自己没钱了，所以他就透过这个集体威慑，呢，他联络了这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我们现在常常看到的东亚的国家，包含了韩国。其实他想要利用这种方式来遏制
中国大陆。不过，其实这都是徒劳无功的。为什么？因为除了核武器这个相互报复之外，其他的各形式的飞弹，其实中国都遥遥领先。好，确实，所以从整体可以看到，美国现在在第一岛链亚太地区这边在后撤，那希望前面这些第一岛链的国家可以自己来军事加强来对抗中国大陆。那确实，在日本方面，我们看到除了在军事化扩大它的军事布局之外，还有可能发展核武。那针对核武这个问题，到底目前美国的态度是什么呢？最新我们来看到，国务院只说日本是核不扩散全球领导者，其实他没有说太多话。另外，国务卿卢比欧直接在这件事情上，他也没有多做什么回应，他只是说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美国希望跟北京进行成熟务实的合作。所以，到底美国的态度是什么？是默默允许日本去做吗？那接下来中国大陆面对这样的威胁，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动作？杨老师又怎么看？美国目前不能够讲太多话了。那当然，一个长期吃素的人，他突然今天吃荤了，那旁边的人还说你还是吃素比较好哈。那并不代表就是他将来不会吃荤呢。18号晚上，在官邸来自于防卫省的高官，在众家媒体的面前就说：“哎，接下来是我个人的意见。”他说日本应该要拥有核武。以目前面临到朝鲜跟中国大陆的军事威胁挑战，但他认为，在国际的反核以及核不扩散的条约的限制之下，高市政府大概短期之内很难做突破。第二天19号早上，所有的报纸就疯了，读卖新闻、朝日新闻、共同社通通就报道了。这个绝对不是他个人的意见，日本的官员、官僚出身的官员，而且在官邸工作。他其实讲的话，而且是跟众家媒体一起讲，一定是代表一个讯息出来。结果19号早上，官房长官自己讲话，媒体就问他说：“哎，这个官员而且是有名有姓的哦，哎，你怎么处理？”官房长官说：“那是他个人意见，要不他辞职，他不回答；要不他收回这个意见，他也不回答。”就等于是确认了。那一天19号的下午，小泉进次郎防卫大臣前往美国，在美国的海军基地，在横须贺的海军基地的美国的核动力潜舰去参观。各位，日本现在在做这个战略，就是发展的突破哈，它可能大概3种想法。第一个就是真的自己拥核，就像刚才蔡委员所讲的，没有错。它有至少47万吨到50万吨的钚，那日本的所有的核电厂每年所需要用到的这个钚元素啊，大概只要3万吨。那多出来的做什么呢？这个中国大陆已经在国际原子能总署提醒国际上注意这个问题。但是要它发展真正的核武哈，时间点是什么？平时一定做不到，你6个月也不可能，平时一定做不到。和平时期就是台湾有事的时候。所以你现在回来发现到高市讲的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日本派兵都是假议题，他就等于是预备台湾有事，台海发生战争的时候，他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要决定要不要自己制造核武器。但你要知道，核武器、核弹头，你还有载具，那个要1000到3000公里的中程弹道飞弹，日本现在还没有，但他有这个技术，绝对有。他第二层要做的是，如果不是自己有，那就是让美国放在日本，中程弹道飞弹跟核弹头，但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把日本变成古巴了。第3个就是他现在想要做的，小泉进次郎想要去做的，就是至少我们要把非核3原则当中的不引进给修改一下，那个要改2015年的安保3法，因为他把它法律化了，也就是拥有核潜舰。那拥有核潜舰并不是核武器啊。核子动力的武器，它没有核子核主的这个效用。可是呢，那是第一步，那也许就是第一步，进一步去扩散然后呢，拥有美国移植来的就是核武器部署的核武器，或者是自己将来发展，这都很难讲。不过这整个过程日本会面临一个天翻地覆的内部的选择，以及国际上还有邻国，从朝鲜、俄罗斯到中国大陆，天翻地覆对它的制裁跟指责。
大多数支持和平主义的日本人会支持这个方向吗？右翼冲撞还是有它的局限的，我认为啦。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科技中美之间的科技战，我们赶快来关心，这个是一个最新的突破性的消息，摩尔县城华山出鞘哦。我们今天会来关心它的黑科技，这一个叫做花岗的 GPU 加持之后可以对标的是辉达的 Blackwell， 可以斩断辉达的 Q 打护城河吗？今天一起的来做关心。摩尔县城在这几天发表了这个开发者大会，丢出一个震撼弹，大家在看到它上面这个发表会上面，除了有产品之外，另外就是一份对准辉达，也就是美国科技霸权的这一份公开战帖。战帖是什么呢？赶快来看到，才完成了 IPO 之后，摩尔县城才隔几周的震撼弹。赶快来看到，它是以亮出了超过500项的授权专利，打造出一个全新的 GPU 架构，这个叫做花岗。好，这个黑科技今天带观众朋友稍微来了解一下它是什么。有什么样技术上的提升呢？包括在运算的密度上面大幅提升了50%，能源效率则是最高可以达到10倍。重点是它也可以一次撑起超过10万张显示卡的 AI 算力重集，是为了这个 AI 训练啊，还有它这种推论的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设计。摩尔县城还一次推出了3款重量级的新产品，总共是3张牌。第一张牌就是华山，这个呢是说是对标了 Blackwell 之外，它这边主打的就是 AI 的讯推一体超智融合记忆体。存取容量更是超过了 Blackwell。第二个，它的第2张牌就是庐山，它的游戏卡的性能大幅提升了15倍。最后第3张牌是它推出的长江，整合了 CPU 加上 GPU。那刚刚讲的都是在这个硬体的部分，软体的部分也要带观众朋友来看到这个 Musa 它同步的升级，它被视为是未来是可以取代辉达 Q 打的一个重要方案。如果它全面自主化的话，等于 AI 领域是可以取代辉达的。那么，所以节目一开始要请教委员怎么看摩尔县城刚刚讲的亮出的2个新黑科技，一个是花岗，一个是华山，厉害的地方真的能够挑战 Blackwell 吗？还有辉达重返中国大陆之路，有可能就这样被封死吗？委员怎么看？中国大陆在发展这个 AI 的晶片啊，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啊，发展非常的迅速。而前段时间刚上市的木犀啊，它是拥有的是中国大陆第一款通用 GPU， 其他的都不是通用 GPU， 包括华为做的也是 ASIC 的 MPU， 通用的 MPU 这样子而已。然后对于这个辉达，因为它用这种通用的 GPU 啦，独霸全世界。现在摩尔县城站出来挑战它，是木犀以外的第2个。而它用所谓的花岗架构，其实就是 GPU 设计的架构，它取了很好听的浪漫的名字叫花岗。其实跟岗没有关，跟花没有关啊，这就是单纯的一个新的设计架构。这个架构有什么特色呢？它在克服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中国大陆因为没有台积电帮它加工。所以，即使中芯国际在做的时候，它硬件的技术老是有天花板，就是卡住啊，耗能特别高，然后速度特别慢。所以他这样说，我硬件到不了那个水准，我就在软件上面的架构更改我的设计，那我就可以形成所谓10万卡大规模的这个集群运算，10万卡，我10万张摆在一起的效能，跟你一张跟你比输你，我10万张比起来跟你差不多。未来50万张、100万张，那考不好就可以超过你哈。所以它是一种改变架构来这个弥补那个硬体不足的一个很重要的策略。所以它把它取名叫花岗。根据这个花岗设计的架构，它产生出来2款晶片，一个叫华山晶片，一个叫庐山晶片，现在可能是阿里山晶片哦。这个华山晶片是纯粹做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训练跟推理的。我们上次讲过训练跟推理有什么不同？那现在因为他知道它的训练跟推理的在图形渲染上还是有它晶片技术上的缺点，因为对
辉达来讲，它是一款晶片打遍天下，你图形 OK， 推理训练都 OK， 所以它单独的弄出一种图形的渲染的计算的，叫做庐山，叫庐山。所以2张卡摆在计算，然后它从 Blackwell 得到这个概念。那我把 CPU， 因为每一个都要 CPU， 它只是 GPU 为主，要把 CPU 把它绑进去，所以就出现的 System on Chip， 我们叫 SoC。那 SoC 应该中芯国际做得出来了哈，或者长江存储应该有可能做得出来啊。那以这一款来做的话，它现在正式推出来。那现在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如何建立生态系统？什么叫生态系统呢？这个各种终端设备都能够跟我连线。那各种 APP 或各种其他程式会架构在我这个晶片上面，对啊，看有多简单讲，多少一起来用，我就有多大的市场，然后越用就越纯熟，越多人就越熟悉我的花岗架构啦，啊，或者我的 Musa 这个软体系统 ，Musa 就是它的操作系统，它跟 CUDA 一样都是操作系统。那如果我用的人多，我规模扩大了以后，我就会占有一席之地。啊，那现在全世界当然是以辉达的 CUDA 做标准，那这个摩尔线程很有志向，武功练成啊，下山一拼，我觉得很好，应该大家都给他鼓励。但能不能完全取代这个辉达，我觉得还是有难题啊。第一个难题就是说，它在中国大陆里面哈，要先经过内卷，有那个华为啦，有木犀啦，有这个摩尔线程，未来搞不好还有必润啊、穗源啊。他们怎么都取了一点像《封神榜》的名字，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哈。然后这些东西如果形成一个很大的生态链的话，它能不能在中国大陆内卷脱颖而出？那脱颖而出能不能走到国际上去跟辉达竞争？那在中国大陆市场上面，当你还没有办法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竞争的对手，比如说我现在是亚洲奥运，我现在去跑这个奥运，对不对哈？世界奥运，那如果到那个程度的话，他就取得了跟辉达全面竞争的一个门票。那如果打赢辉达，他就变成一个世界级的股票大王。好，确实哦。那所以 Musa 目前为止是要先在国内做一个竞争，接下来才可以看能不能跟辉达再做一个竞争，就是 CUDA。因为现在辉达其实最担心的确实就是 CUDA 被取代。那我们看到 Musa 它在升级的同时，它是可以透过程式码直接转回 Musa 的格式的。那让另外一方面，开发者也不用全部重写，这个是 Musa 它目前拥有的一些优势。杨老师又怎么看？CUDA 其实是NVIDIA 针对它自己发展出来的 GPGPU， 这叫做通用图形跟计算模式的这种称呼。它是作为平行计算平台跟程式设计模型，然后让开发者能够用 NVIDIA 自己的 GPU 来达成这些通用计算跟图形的功能。那 Musa 现在发展出另外一套的，就是说比他认为说可以跟他相比拟的。可是我看到大陆这边自己本身的就是研究哈 ，Musa 跟 CUDA 之间的差别从3个层面。第一个就是技术代差多少呢？他们认为至少还差2-3代，也就是他们认为差一个摩尔线程，就用一个摩尔线程过去这10年的5年来的这个功力，还差这样子的一个阶段。然后你看到摩尔线程用的是14奈米，而就是 NVIDIA 已经用到了是4奈米，摩尔线程用的是12奈米。那在生态建设上面呢，整个生态环境就所有的这些相关应用的层面，它差2个摩尔线程。那这个差的就更多了，对，因为你光是在技术差2-3代，你在整个生态运用层面差的就更多，因为它才刚出来嘛，而且5年来才做到，就做到什么？做到 NVIDIA 过去10年来走的路，NVIDIA 差不多是16年、17年，然后呢，在18年左右的时候才出现最新运用的 AI 这个 GPU， 所以摩尔线程其实是这个快速超车是没错，但是还有一代差距。然后呢，在产业链的自主第3个层面呢，又差一个摩尔线程。也就是说差大概5年的时间，大概整个你就看到其实有一段差距了在技术、在生态、在这个产业链指的也会是
在应用的这个层面。不过他们还是强调，以中国大陆自己本身内部的市场以及政策的提息，还有就是摩尔县城跟相关的这些中上下游，它过去的几年的快速超车的成效，我看到这2天在大陆召开就是两岸企业家峰会，那有一些台湾这边的这个企业家的观察是，未来3到5年，中国大陆会在 AI 晶片会有更快速的突破，所以讲的大概就是摩尔县城跟其他相关的，还有新凯莱，那指的是仪器的层面。是好，所以这一场中美科技战，我们刚刚看到，除了比较中美之间的这个软硬体之外，另外一方面，其实中国大陆还有的优势就是现在在能源的发展上面，不管是它的发电量，或者是它的整体的成本，其实都是比美国还要更优势的。我们来看到中国大陆的发电产能是3300 gigawatts， 那美国是1260，整整大陆是多了2倍。成本方面，大陆是1度电3美分在内蒙古，美国的维吉尼亚是7到9美分。美国还有机会翻盘吗？在这一场中美 AI 大战上面，吕县长怎么看？无论是辉达的 QDA， 或者是摩尔县城的 Musa， 不管你要是哪一种，你要成功的运作，你都要依靠的是电力。如果没有电力的话，万万不能。为什么？我们从这张图，也就是美国那个从2010年到2026年的一个电力需求，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原来的这一个都是线性发展，可是到了2023年之后开始跳跃，那也是爆发式的成长。为什么？因为这时候已经进入了 AI 的一个世代了哦。那也就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看到在之前2022年，那这个时候还是拜登这个时期。拜登强调的是什么？他使用的是洁净能源，也就是再生能源来填补这个需求。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川普，他是这样吗？他完全不是，他认为这样太慢了，所以他完全不信任这些洁净能源，他要的就是核动力。那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家认为美国要盖非常多的大型的核电厂，反而不是，他推出了非常多的小的这个核子反应炉的这一种设备，这种设备配合的是什么？配合的也就是它的资料运算中心，需要电力的时候，你就装一个核反应炉。那这个核反应炉是不是安全？那我们先放在一边。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看中国大陆的发展，中国大陆的发展一直都是东数西算，也就是它在东部，也就是沿海这边，它形成数据，然后它交到把这些透过快速的光纤交到西部去运算。为什么？因为西部才是真正产出电力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有关于风力的部分是在内蒙所形成的。我们看到冬天不是东北季风南下，内蒙就是第一站。那另外有关于光电的部分，内蒙跟新疆都是。那有关于水力发电的部分，我们看到的也就是在西藏以及云南。所以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些全部都是洁净能源哦。中国大陆也因为如此，所以它的电力来讲是便宜的多，比美国便宜的多，而且它还在尽量的开发，也就是它未来的有关于无论是数据的收集以及运算部分，绝对比美国更具有竞争力。好，谢谢吕县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以伊，难道又要开战了吗？这回以色列联手川普，会不会以色列先来做开火呢？中国大陆帮助伊朗，则是另外一方面传出年产能达到了3000枚的飞弹，让以色列非常的紧张，担心自己的铁穹末日来临了吗？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这是来自于美国媒体特别做的最新披露，他们说了，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正在准备接下来要跟川普讨论了是否再度
度的对伊朗来开火。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以色列掌握到的情资说，伊朗的弹道飞弹年产量啊，可能一口气攀升到3000枚左右。这一回可以说是吓坏了以色列。之所以这么紧张，就是因为大家还记得吗？在节目上我们聊过，在今年的6月份的时候，当时不是发生了这一场以12日战争吗？被称为是矛与盾的对决。伊朗当时发动了这一场饱和的攻击，出动它的包括了飞弹跟无人机，打爆了以色列的铁穹。现在以色列担心了，如果它真的能够做到年产能达到3000枚的这个弹道飞弹的话，是否就像是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铁穹可能再度的被打爆？所以以色列这一回他就想说，那干脆我先动手吧。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了？以色列他说的，伊朗可以年产量3000枚的飞弹是真实军情，还是一种可以对他做这种军事动作扑火的政治借口呢？如果他真的是如媒体报道可以达到3000枚的话，产量，那是否以色列还守得住吗？委员怎么看？上次以色列跟伊朗不是发生一个武力冲突，然后伊朗啊发射多少导弹攻击以色列？591枚。就如果他现在有3000枚，对，你说以色列一定是坐立难安。对，那对这两个国家的矛盾哦，实在是很值得探讨。怎么说呢？在巴勒维王朝时代，就是在1970几年，这个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的之前，中东地区两个最好的国家就是以色列跟伊朗。尽管以色列打了什么6次中东战争啦，伊朗都没有参加，而且伊朗还支持以色列，他们好得不得了，哎，那什么时候翻脸成仇了？是伊斯兰革命。伊斯兰革命啊，这个对于他们这些新的伊斯兰教掌权的人建立一个宗教国家，他们认为以色列是美国的代理人，就是为了要来消灭伊斯兰国家。那在以前，伊朗的人认知是，我是伊朗人，我不是阿拉伯人。阿拉伯人他跟以色列怎么打跟我无关，而且他们还认为我们是伊斯兰人哦，跟伊斯兰教哦，跟以色列犹太教我们同源，所以啊，有这么一个认知，它基本上平和。自从革命以后就不一样，那伊朗就支持了很多的阿拉伯人起来对抗以色列，那这个跟以色列仇就越结越大。那有一段时间，伊朗企图发展核子武器，所以搞了核电厂，以色列要去炸他的核电厂，那仇恨越结就越深，越结越深。可是，在巴勒维时代巴勒维伊朗的军队国防军是以色列帮忙训练出来的。所以现在啊，伊朗的伊斯兰政权对伊朗的国防军是很不放心的。他现在的导弹全部是革命卫队在控制的，跟伊朗国防军是没有关系的。包括无人机，包括导弹都是。但偏偏这个革命卫队又是全世界最大的贪腐集团。然后所以形成一种很特殊的经济啊、政治啊、武力啊的一个软体。现在他号称有3000枚，有没有那么多我不晓得。那但是它恢复到500枚以上没有问题啊，没有。那对伊朗的生产能力啊，以色列就可能会采取行动，然后采取行动一定要美国同意啊，美国会不会同意啊？当然会同意啊，对啊。如果你有能力把它铲除一样啊，美国为什么不同意呢？搞不好美国还帮你守啊，提供适当的炸弹等等。所以这个伊朗跟以色列的这个以伊战争这个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它就像一个永远治不好的香港脚，就偶尔打一下，偶尔抓一下，偶尔抓一下。那你说会不会爆发大型战争？又不会，所以都是空战。那所以以色列要准备被伊朗的导弹揍一顿啊，伊朗也要准备被以色列的空军揍一顿，因为空军携带的炸弹毕竟是比你导弹还要厉害。为什么？因为它爆炸量比较大。那你的导弹呢，因为打太远了，所以你的爆炸量是有限的所以你要靠很多导弹才有办法达到那个效果。可是你没有防空能力，等到以色列的空军来载那个炸弹又便宜，随便他丢，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解决而且中国、俄罗斯也帮不上伊朗的忙伊朗又内部又是一个很投机的，以前中国帮他忙还被他咬一口，什么事都发生过了，所以他只能是自力救济吧。
好，以一战事现在看起来仍然是一触即发。那这当中除了这个以色列担心的部分，就是它飞弹的发展，他们还怀疑是不是背后有人在协助伊朗，那就是中国大陆。他们现在把矛头指向中国大陆。他说呢，这个中国大陆协助伊朗造这个飞弹之外，还有提供卖给他武器。第一个有2个证据，美国的媒体说的。第一个，美国说呢，他的11月份美军的特战小组当时在印度洋的时候，直接登上了一艘是中国大陆的船舶，扣押了军民两用的关键物资，所以他们就是要打死伊朗的军火重建。第二件事情是9月底的时候，美国国会爆料，中国多次的向伊朗运送它的飞弹推进剂关键原料，这个叫做高氯酸钠。好，这个是在飞弹上面协助伊朗。另一方面，他们也说呢，这个中国大陆还有卖跟这个伊朗呢协助他武器的部件，包括给他红旗9B 的防空系统，还有歼10C 跟歼20等的装备都有可能会给伊朗。那主要就是用石油来做交换。杨老师又怎么看？全世界现在只有美国在制裁伊朗啊，别的国家没有在制裁伊朗啊。因为伊朗自从在奥巴马时期跟西方，包含俄罗斯、中国大陆签署了核协定之后呢，其实所有的国家都解除对它的制裁了。后来川普一上来之后，又退出这个核协定，可是欧盟、中国都没有退出啊。那但是川普一的时候呢，就针对他们自己的国内法常备管辖，说华为的孟晚舟在香港的企业有跟伊朗做生意，中间有夹有美国技术的这些零组件卖给伊朗，也因此呢，就要求加拿大软禁他1000多天。这个是你美国在制裁伊朗，你美国去打伊朗的所谓的核设施，也没有明确的这个证据。然后美国的政府的情报单位自己显示，其实根本没什么效果。也就是说，伊朗的核计划现在虽然近期有受到 IAEA 就国际原子能总署的一些指控，可是并没有明确的证据指出它在发展核武器。它最多其实是在浓缩铀的层面，而且是在这过程当中很清楚嘛。那是因为跟以色列跟美国之间的这种战争，然后呢，飞弹整个过程当中，它的一种自保、一种战略。那但是很明确，它目前没有核武器，没有别的国家，也没有联合国下令制裁伊朗。为什么我们不能跟伊朗做生意？当然，你说军民两用的东西，这里面是要管制，但是它这个所谓的高氯酸钠，它是做火药，那但是也可以做飞弹。这些层面，你美国要去拦阻，依照你自己美国的法律，你就牵扯到就是你跟这些。比如说跟中国大陆在这个问题上就产生冲突，但中国大陆它也没有内部的法律可以去禁止中国大陆自己的民间企业去接伊朗的这个商业的订单呢。那只要通过它大陆出口的军民管制的这些措施，那都是合法的。所以美国自己常备管辖在做这个东西，然后呢拿这个东西来去指控别的国家，好像在帮助邪恶轴心。其实只有美国自己啊。在联合国通过一个决议，大会通过一个决议，153个国家支持，6个国家放弃，包含以色列。什么决议？要求要保护在加沙地区的联合国的救难人员。结果只有美国反对，是美国站在全世界在加沙问题上的另外一边呢，是美国在帮助以色列去轰炸伊朗。如果从这个角度，美国自己违反。就是联合国的宪章，用武力攻击别的国家耶，你没有办法证明他有核武。那现在别的国家跟他做正常的贸易关系，你来去阻止。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在舆论上一定要很清楚的了解。美国当然可以说了，伊朗想要去发展核武，所以呢，别的国家你现在有点在帮助他你透过民间，那因此我要拦阻你，可以啊，你就这么做。但是呢，你就变成是跟别的国家站在对立面，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明他有发展核武，而且事实上他也没有核武。对。那别的国家到现在为止，包含联合国，也都说他没有。对。所以我觉得，美国真的是在自圆其说，他自己的常备管辖。确实哦，所以现在伊朗在美国跟以色列的这个威胁之下，它持续的加强它的空防，补齐它的战力。那刚刚提到了嘛，除了跟中国大陆买它的
红旗9B 之外，另外2个还是在评估当中的，就是它的歼10C 跟歼20了。这一整套我们刚刚提到的3款武器，过去更是在这个印巴空战中击败过这个法国的标风战机。所以，如果伊朗真的能够完成这些武器相关的部署，当然也要看中国大陆愿不愿意买啦。那以色列还会有优势吗？吕舰长又怎么看？当我们每一次都用显微镜甚至电子显微镜在看伊朗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角度来观察以色列呢？我们都用望远镜啊，也就是看不清楚也没什么关系。每一次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不是都是当中东已经获得一定的和平，以色列应该要恢复到正常内阁要重新改选的时候，纳坦雅胡这时候就来了。但是呢，我相信现在对于川普来讲，他一定是很困扰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看到他刚刚发布的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时候，他特别有讲到中东这一个部分了。其实中东的部分，他们是要撮合那个大家来扩大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协议，并不是要进行打仗。那如果说我们讲到要进行飞弹攻击的话，刚刚那个蔡正元老师告诉我们591颗啊，大家认为591颗是长什么样？就是类似这个样子。这个是从约旦河西岸